嗨，各位朋友，大家好，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这个周末呢，正好是西洋的万圣节哦。那为了应景一下，Trick or treat。好，我刚好没有那个南瓜的视频哦，那就假装这个是一颗南瓜，虽然它实际上是个柿子。好，那这次呢，因为万圣节啊，所以我想做一集关于万圣节的特辑。那我今天呢，准备了这副牌卡，它叫做The Dark Mansion Tarot，中文呢叫做黑暗公馆，或者是黑暗宅邸之类的，暗黑大厦等等诸如此类的哦。这副牌呢，它是由一个波兰的私人工作室所制作的哦。那它是在去年的时候出版的。现在手上我拿的这个呢是第3版，不过我有到网站它的官网上去看了一下哦，现在目前呢已经出到第4版了那当时呢它出版的时候是全球限量版，而且只有500副哦。那当然啦，它一出版就被抢购一空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我刚刚把那个外面的塑胶膜拆掉之后啊，现在摸到这个纸盒哦，真的是非常高级的一个纸盒。它应该是有做那个磨砂的处理哦，表面非常的光滑那当然也还可以看到这个外盒上呢有烫金的文字跟一些符号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过黑暗宅邸塔罗牌呢，它一共有3个版本哦。限量版它是用木盒装的哦，非常精致的一个木盒，而且呢还有附上一个麻布袋接着呢是它的特别版，特别版呢是尺寸稍微大一些就是比标准的塔罗牌的尺寸再稍微大。那接着最后就是普通版的那普通版当然就是一般正常尺寸的塔罗牌。好，那我真的觉得这个盒子也是非常值得仔细来看一看这它的盒子的正面。这个就是牌盒的背面上头呢这个是他们工作室的名称Tarot Deca Studio。这里大致上在描述说78张的插画牌卡啦，很容易上手高级的印刷纸质等等。那在下面这边呢有它的版本名称Third Edition 第3版。这个第3版它是在2020年，也就是今年印制的。我今天会挑这副牌来介绍，其实原因很简单第一个，因为它是我手边呢画风最怪诞的一副塔罗牌。那还有就是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插画的风格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地狱新娘》英文名字叫做 Corpse Bride。它是一部人偶动画。我个人觉得呢这副牌卡它的画风真的非常像那个地狱新娘的风格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 Google 找找看。那另外呢就是这副牌卡有个很吸引我的地方，虽然它是卡通的画风，不过我们可以从这个人物的服装发型还有饰品等等可以知道说它就是非常华丽的这种维多利亚风格这个黑暗官邸塔罗牌它其实整副牌卡就是在讲述一群住在这个黑暗官邸里头的人会住在官邸里头的人想必就是非常有钱的这种望族嘛。那有官邸的主人还有仆人等等很多很多的人物角色那待会呢我们就慢慢的来看这副黑暗官邸塔罗牌它到底神秘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它这个牌盒它不是上下盖的，而是像书本这样子打开来当然这副塔罗牌里面完全没有附任何的说明书那在牌盖的背后呢有一个简单的介绍他说Regular Edition 普通版本就是一般塔罗牌的大小。那这里头呢还有描述工作室他们花了2年半的时间那全心全力的在投入绘制这副牌卡。好，那我们来看看牌卡本人。这副牌它整副的牌册是镀上金边的。我在官网上面呢有看到你在选购的时候可以选择你要金边的牌册还是要镀黑边的牌册2种选择。那一样这个是一张资讯卡背面这个是广告卡
他写 coming soon， 看来应该是这个工作室很快又有新的牌卡要上市了。好，那除了这个牌卡的牌边可以选择之外呢，还有牌背也可以选择。那我选择的牌背是长这个样子哦。这个牌背呢是跟限量版的牌背是一模一样的。那它的另外一个版本的牌背是很像在一个宇宙里面有日月星辰哦。那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牌背。他说这个是一般的版本哦。那我这边事先准备了一张牌卡来比比看哦。这是传统的韦特。好，稍微还是宽了大概几公厘吧哦。不过还好啦，没有差太多哦。好，那我们接着就来看看牌卡它本身的样子吧。首先第一张的富偶愚者。这个愚者呢，他的穿着非常的夸张华丽哦，五颜六色它是一个小丑的造型哦。那他走在悬崖边，快要掉下去了哦。那后面有一只狗呢，就是咬着他腰间的绳子，仿佛好像知道他即将要面临的危机哦。The Magician 魔术师这个魔术师他比较不像是那个施展魔法那种大法师的形象哦。这是一位炼金术士。那上一回呢，我们其实在东方之旅塔罗牌里头，那个魔术师他一样也是有一位炼金术士哦。那炼金术士他到底跟魔术师有什么关系呢？在中世纪的时候欧洲人他们一直在寻求把普通的矿物提炼成黄金的一个途径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发现了很多的一些元素哦。那其实这就已经跟科学有点接近了哦。那科学跟魔法到底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在呢？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魔术或者是魔法，它会不会其实就是一种科学？或者我们反过来说，其实科学它就是一种魔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对不对？那么凡是这种关于追求知识创造力学习技能等等，这一切都可以是魔术师的一个意象。The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这个女祭司她就真的是非常传统的韦特塔罗牌左右两边一黑一白的柱子，然后手里呢捧着一本象征智慧跟理智的书本那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两边的那个灯饰呢，长得有点像骷髅头The Empress 女皇这个女皇一样也是她周围呢百花齐放，然后稻穗丰收她穿着鲜红色的礼服站在这个田野上面就是对大地的爱跟关怀孕育这就是大地之母的样子。The Emperor 皇帝这个皇帝呢，他独自一个人坐在王位上那他后方有两面挂旗，一面呢是皇帝他所连结的星座牡羊座，那另外一面呢是老鹰一个天空之王The Hierophant 祭司这个祭司他跟传统的韦特是差不多一样的他手上呢握的这个很特殊的十字架有3条杠杠，这个它叫做教宗十字架那是在罗马天主教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权威的象征那地上这边有2把钥匙这2个迷失的人呢，他们正在听从教皇的指导。The Lovers 恋人这个恋人牌呢，它是一对爱侣，不过后方呢却出现了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如同现实的爱情一样不见得永远都是两情相悦，有时候呢可能会是我爱你，你爱他，他却又爱他那一直到目前为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他每一张牌卡都是在夜晚的时候像这上面就是一颗残月那因为呢这个黑暗官邸塔罗牌呢，在他的世界观里头，它是一个不见天日的世界，所以如果不是在夜晚，那就会是乌云密布的状态那像这张恋人牌就是在夜晚它同时还结合了不同的元素有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这个撒旦变成了蛇还有呢这个是希腊罗马神话的爱神，只不过它是一个女性的样子。
The Chariot 战车，这像是一个公爵哦，他要从镇上回到官邸里头，那他驾着2匹马，1黑1白，那他正在从下坡的地方往上坡走。Strength 力量，这是一位神态自若的女孩哦，她就依靠在这个狮子身上啊，虽然这个狮子非常的凶猛，但是呢，这个女孩似乎很有自信哦，她知道怎么样可以驯服这头狮子。The Hermit 隐者，这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哦，那胡须也非常的长，他背后呢有一个大大的书柜，摆满了书，代表的是智慧。那他手里呢握着的这个蜡烛呢，会为他提供光明跟指引方向。Wheel of Fortune 命运之轮，这是一个游乐场哦。那命运之轮呢，就是中间这个巨大的摩天轮，在摩天轮的中央呢，有一个太阳跟一个残月，那构成这个摩天轮像风扇的这个叶片的这4个东西呢，它分别就是风火水土4个元素哦。Justice 正义，这个正义呢，它就是法官的形象，他双眼是闭着的一样是一手拿着宝剑，一手拿着秤砣，他正在做出一个公平、公正明确的一个决定。The Hangman 倒吊者，这就是吸血鬼啊，他倒挂在树上，那背后呢还有一只蝙蝠哦，也是一样跟着他一起倒挂在树上。那这个吸血鬼呢，他穿着鲜红色的套装哦，非常的奸诈的表情仿佛好像有什么计划跟打算要去做了。Death 死神，这个死神真是百无聊赖啊，整个没有事做，然后坐在墓碑上面他好像就在等着接下来有谁会来寻找他、拜访他是一个非常被动的概念。Temperance 节制一样，这位天使呢，他在倒着水那这个就是传统韦特常会看到的一个形象。The Devil， 这真是一个华丽的恶魔啊！这是一位非常艳丽的女士哦，穿着鲜红的大衣然后这2个骷髅是被她链着没有办法逃脱背后呢就是哥德式的教堂哦。那这个恶魔它的翅膀真的是非常的酷头上呢有羊角。The Tower 塔一样就是这个闪电劈向了一栋建筑物那很显然这个一定不是那个黑暗官邸这可能是在一个山崖边的一个小木屋The Star 星星一样的这个少女她在湖里倒着水那她内心呢是非常的平静从她的表情可以感觉呢她不疾不徐那她身上还有很多的一些碎钻啊、星星的图腾等等。The Moon 月亮，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这张月亮在哪里。其实月亮就是这个女士的脸这是一个满月。那刚刚有提到呢，黑暗官邸塔罗牌呢，它有限量版那在限量版里头的月亮有2张不同的牌卡可以供你选择那其中一张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另外一张呢则是一个小女孩，她独自面对一只巨大恐怖的猛兽那这个猛兽呢就好比我们内心的惶恐跟不安甚至于是害怕等等在我们小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去面对以及处理这样的负面情绪的。不过在我们长大了以后呢就像这位女士一样她比较知道怎么样去
应对这个情绪因为经历了一些人情世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猛兽呢，它简直就是被当宠物一样对待不过即便如此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还是会有这些恐惧不安的情绪会出现那就端看你怎么样去处理它。The sun 太阳这个太阳呢，它是在画框里面的一幅画刚有提到过黑暗官邸塔罗牌呢，它是一个永不见天日的世界所以这两个小朋友呢，他正在欣赏图画里面的太阳，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太阳是什么样子在限量版里头呢，太阳一样也有另外一个版本另外一个版本是太阳公公他真的出现了他陪着这两个小孩呢一起看书一起说故事。Judgment 审判审判这个天使呢，他吹的不是号角而是一支萨克斯风。那这些死去的人呢都纷纷的活了过来。这整个就是万圣节好，那他们呢就是从自己的坟墓里头爬出来正在举办一场非常欢乐的派对。The world 世界这个世界呢是一个快乐的少女，她手里捧着地球那四周分别一样有人、老鹰、狮子还有牛。那他们各自是风、火、水、土4个元素的代表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过的是 Minor Arcana 小阿尔克纳牌第一个是权杖牌组这是 Ace of Wands 这个权杖一它很有趣这只手它握着的这个火炬呢，冒出来的并不是火焰而是一个权杖，因为权杖它就是火元素。Two of Wands 权杖2。这个表现方式非常的有趣这是一个少女，她正在走钢丝那看到这边，我们真的是可以发现这副牌它的画风真的是很细腻而且这个少女她穿的这个裙子就像是那个芭蕾舞裙一样，非常的华丽然后这个布幕也是非常非常的很有高雅的那个气氛Three of Wands这个女孩她正在等着这辆车来接她这里的2个路标呢是空白没有名字的，我们只知道方向，可是却不知道目的地。Four of Wands这个是权杖4这是一对爱侣，他们正在守护着他们的感情。Five of Wands 权杖5一群人呢正在斗殴意见不合。Six of Wands 这个作者他表现的权杖6非常特别一般权杖6都是骑着马呀凯旋归来的样子不过我想呢，这作者可能是要凸显出在关系当中开花结果的好结局Seven of Wands这个人他独自拿着权杖在对抗其他6个要攻击他的人他必须要做出一个防御跟自我保护的措施。Eight of Wands这是一个非常急速的概念这个小魔女呢，她还戴着护目镜骑着权杖前方有一只小黑猫她的造型就像邮差或信使要带消息也像是一个学生赶着要去上课可能要去沃格华兹魔法学院吧。Knight of Wands 权杖9这个守卫呢，他手里拿着一支权杖，另外8支权杖是围成了一个栅栏他在保护他的家园。Ten of Wands 权杖10这个人他辛苦扛着10根权杖非常重的一个负荷。那他在夜晚里头呢正要回到这个黑暗关里猫头鹰看着他。
那他就快要到达他的目的地了，只要再坚持一会。Page of Wands，权杖侍从，这个是一位非常热情洋溢的年轻人哦，他走在路上哦，他正要去探索他的新世界。Knight of Wands，这是一个骑士，雄赳赳，气昂昂。他马的胸前呢，还有一个火焰的符号，背后则像是金字塔。Queen of Wands， 权杖皇后。那权杖皇后她披着红色的斗篷，然后跟这个红色的皇冠，手里呢握着权杖。那她的眼神告诉我们呢，她是非常充满了关爱以及热情的一个女士哦。King of Wands， 权杖国王。权杖国王他一样也是一个红色的披风。然后连后面的布幕呢都是红色的哦，非常的热情。我们看到这边可以发现这个作者的画风，他把所有人物的造型都是塑造成头很大，身体也很大啊，脖子跟四肢呢都是比较细细的哦，这就是这个黑暗官邸的一个画风的特色。好，接着我们看的是圣杯牌组 Ace of Cups。这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圣杯啊！它周围呢还镶着许多的宝石哦，蜻蜓呢在飞舞着。那因为圣杯它是水元素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圣杯它是在湖面上的一个艺术品哦。Two of Cups， 哇，这真的是，你看树上呢有一对，然后地上还有一双哦，这真的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哦，只羡鸳鸯不羡仙啊！连这个苹果里面的毛毛虫都还要成双成对啊！好，很好。Three of Cups 圣杯3，这个一个欢乐的派对哦，3个人举着酒杯在庆祝。Four of Cups 圣杯4，这个人无精打采后面呢有人递给了他一只杯子，他也不感兴趣。Five of Cups 圣杯5，这是一张非常失落的样子哦，少女趴在桌上哭泣。Six of Cups， 这张牌真的好精致哦，就是每一个细节都画得很好，像这些枝芽呀什么的那圣杯6就是一个满足的样子。Seven of Cups 圣杯7。这个人正在犹豫着，到底要选哪一个杯子才是最适合他的，最是他想要的。那这里呢还有一个鬼魂你看多么的应景啊！果然就是一个万圣节的卡牌。Eight of Cups 圣杯8这个圣杯8呢，这位少女她提着行囊不晓得是在等待这个船。还是呢，他因为赶不及，所以船就走了他的脸并没有望着这个船的方向天上呢一样是一轮明月然后跟繁星。Knight of Cups， 哇，这是一位妇人她坐在她的豪宅里面享受她美好的生活，然后还喝着红酒，抽着雪茄。Ten of Cups。这就是全家福一家人呢在野餐然后一男一女2位小孩，他们跟着妈妈一起在切蛋糕还有一只狗这是幸福洋溢的家庭Page of Cups， 一个充满着热血的青年他还穿着水手服后面呢是海边了的样子他打算呢要出航远行去了。Knight of Cups 圣杯骑士这位骑士他骑着白马，也是要往水里面走这真不愧是水元素那这个
骑士呢，他手里拿着圣杯，身上的衣服也是鲜红色的，因为这个水元素呢，就是代表我们一个情感情绪或者是感受等等Queen of Cups， 圣杯女皇，哇，这个圣杯女皇她的皇冠真的是很漂亮，然后她还有戴着非常高雅的这个是珍珠项链吧，然后她的那个发饰都还是珍珠母贝去做成的还有海螺然后她举着圣杯，连她的这个裙子上面呢也都是镶着珍珠这是一个非常有情感然后非常呢有同情心甚至于呢有同理心，然后非常对人很怜悯的一个女士King of Cups， 圣杯国王这也是一位虽然充满着情感的男士，不过呢他却又是保持着他的理智跟智慧。接下来宝剑牌组 Ace of Swords， 这是一个有一种石中剑的概念不过当然它的宝剑并不是倒插在石头里头Two of Swords， 一样这个少女的眼睛是被蒙蔽的那前方呢有2支宝剑但是她却看不见她不知道外头发生了什么事情。Three of Swords， 这个圣杯3真是别致这好像一个心锁一样那在这个锁里面呢有头发，这个就好像代表我们假如说伤心难过特别是失恋过后不是都会有一些仪式来告别过去像有些人会把头发剪掉那这个心锁呢就好像是把过去的一些记忆或者是伤痛永远的封印在他的心里头他不想再去提起。Four of Swords， 这个少女她坐在这个看起来是橡木杯嘛她坐在这个台阶上面她正在休息或者是沉思在反省她过去可能走过的一些创伤她在回顾然后再疗愈自己。Five of Swords， 这就是一个叛徒背叛了他的好朋友Six of Swords， 这是一位要远走高飞的少女她要离开她的伤心地Seven of Swords， 宝剑7，就是贼嘛偷窃欺骗或者是隐瞒一样是趁着黑夜在行动。Eight of Swords， 宝剑8，这位少女呢，她被困在宝剑当中那她的眼睛是被蒙住的，不过她跟宝剑2不一样的地方是，她的眼睛是被自己的头发所蒙住所以呢，这代表的是一个自己没有办法看清楚的一个事实，或者是一个跨不过去的门槛Knight of Swords， 宝剑9，这就是一个午夜梦回非常可怕，让你辗转难眠的恐怖的经验或者是事件或者是任何的人事物那这个9支宝剑呢，它就是这个梦夜的牙齿非常的锋利。Ten of Swords 真的我每次看那个宝剑牌组都觉得好累这个骷髅头都死了，然后还要这叫什么万箭穿心真的是一个非常身心俱疲的一张牌Page of Swords， 这个好胜心很强的少年他正要去披荆斩棘开创他的世界。Knight of Swords， 宝剑骑士，这个造型我真的不得不说，好像拿破仑非常的英姿焕发，然后非常的英勇
Queen of Swords 哦，这是一个不好惹的女士哦，她手里拿着宝剑啊，然后呢非常的理智啊，对于事情的对错是非常分明的，而且毫不留情千万不要惹她。这个宝剑女皇她的一样也是非常华丽的一个衣服她的这个脖围这就是维多利亚项圈我们那个狗就是有时候可能带去看兽医，然后为了要防止它乱咬或者是乱舔东西，就会给它戴那个项圈那个项圈就叫做维多利亚项圈就像这个这样子好，那它的胸口呢戴着是一只蝴蝶的饰品。King of Swords 宝剑国王这个国王呢一样也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男性最后一个牌组金币牌组这个Ace of Pentacles 金币一它很像一个奖杯一样它就在这个花丛里头闪烁着它的光芒。Two of Pentacles 金币2这个水手呢他用渔网捕捞到了2个钱币那他2个都想要。Three of Pentacles 这几个商人他正在合作在绘制一些草案在拟定一些计划等等。Four of Pentacles 这是个守财奴怎么样都不肯把他的钱财让给别人。Five of Pentacles 这是金币5这个就一样也很像传统维特的样子一对就是感觉像是妇女他们在寒冷的冬天经过了教堂的窗前不过他们却没有发现他们只要走进教堂，其实呢就可以获得温暖，甚至于呢可以饱餐一顿Six of Pentacles 这是一张给予的牌施跟受那这上面呢这个挂牌呢它还是个秤砣所以表示这个施舍呢是必须要公正明理而不是随随便便不加思索没有判断能力的。Seven of Pentacles 这是金币7这个农夫呢他是在他的田野里头辛勤的耕耘着然后呢在等待他所种下的农作物开花结果。Eight of Pentacles 金币8这个人他非常勤快的在工作着8个金币呢就好像这是机器的齿轮一样这是一种术业有专攻的一张牌辛勤努力的工作等等。Nine of Pentacles 金币9这位女士呢她在她的花园里头享受她努力的成果所带来的一个丰盛然后她一样手上这只看起来是孔雀，而且是白色的孔雀这是非常稀有的动物所以呢有可能就是除了你的物质生活的享受之外呢，你也不要太过于招摇不要太过于钱财露白Ten of Pentacles 这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从小一出生就带着金币这是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概念那这个物质充沛的家庭呢，他们3代同堂拍了一个全家福的照片。Page of Pentacles这个年轻人呢，他手里拿着金币，那我们可以发现他穿着的衣服是绿色的因为金币是土元素嘛代表物质金钱甚至于还有民生等等这类的。Knight of Pentacles 金币骑士这位骑士他手里拿了金币，不过他骑的这匹马简直是瘦如枯柴耶这个是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人家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那个马致远的天净沙，不过这里没有小桥，也没有流水啊，更没有人家啊。Queen of Pentacles， 这是一位贵妇哦，她手里握着一枚非常巨大的金币，身上呢穿金戴银的哦。她是一位非常物质丰富的女性哦，在社会上呢也有一定的地位哦，是个女强人哦。最后一张 King of Pentacles 这个金币国王呢，他一样也是一个物质丰沛、沉稳的一个男人哦，然后坐在王位上，那这个金币一样也是非常的巨大。在他身旁呢，爬满了葡萄藤哦，这个葡萄结实累累哦。在西方文明里，葡萄它也有丰盛收获的意思哦。那在古希腊呢，葡萄更是重要的农作物哦，因为他们会用葡萄来酿制酒哦。在这个金币国王他所坐的王位上呢，刻的这里有牛的头，那上面这个是羊的头，他们分别就是金牛座还有摩羯座哦。那金牛座跟摩羯座哦，他们都是土象星座哦，这也代表了就是金币这个牌组它是土元素。那看到这最后一张牌呢，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黑暗官邸塔罗牌的边框设计非常细致哦，这个看起来像是金属又像是木头，也像是雕刻的这个花边的设计哦。不过这个花边呢，它是比较黑暗的主题哦。我们可以看到这有类似像人的骨头那这是应该是动物的这是鸟类的头骨。那每一张牌卡的名称哦，就像是刻在墓碑上的文字一样哦，营造出一股毛骨悚然、阴森森的这种气氛哦。好，到这边呢，我们就介绍完黑暗官邸塔罗牌了哦。那各位觉得这副牌怎么样呢？至少我想，对于万圣节来说，它还真的是非常非常应景的一副牌吧。好，那到这边，你觉得这个影片就这样结束了吗 ？No No No， 还没哦。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万圣节的彩蛋。在进入万圣节的小彩蛋之前呢，我想要在这边先做一个 ending 哦。那这副黑暗官邸塔罗牌呢，它真的是一副画风非常细致而且优美的塔罗牌哦。它之所以没有附上说明书，我想应该就是因为它完全是在传统韦特的系统以及牌意的架构去设计出来的。所以如果你对传统韦特是非常了解的朋友呢，这副牌你绝对可以很容易就上手哦。好，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不要忘了帮我按个赞哦。好，那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赶快按下右下角这个订阅的按钮，并且把我的频道分享给你的朋友跟家人哦。好，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喽，拜拜。少一样，哎，好吧，那就你吧。OK， 这里有3张牌那分别是1、2、3。好，我们来看看在这个神秘又诡异的万圣节里头，宇宙会有什么样的讯息要带来给你呢？那再一次这个是1、2、3如果你没有办法从数字或者是牌面上做选择，你也可以从这上面的小物件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工业风的小天使这是由电路板的零件去做成的。那这个呢是一个12星座的项链那它也可以当戒指来用，上面刻有12星座的符号数字等等我现在是把它展开成立体的样子那如果要把它当做戒指来用的话呢，就可以把它折叠起来。好，再来是假装自己是南瓜的柿子好，那就这3个选项。如果你还需要点时间来
来做选择的话呢，你可以先把影片按暂停啊。那如果你已经选好的朋友呢，我会把时间轴放在底下的说明栏啊。那我们就一张一张的来解释。来选择第一张牌卡的朋友，你们好，或者呢，你是选这个可爱的小天使哦。那我们来看看，这张牌是什么，以及它有什么讯息要告诉大家。Jade Emperor， 玉皇大帝。选择到这张牌卡的朋友，你们最近在生活里头是不是有很多事情让你觉得非常的忙碌呢？譬如说在工作上有很多的 case 等着你去做或者有很多客户的问题呢，他需要你去处理去解决。如果你还是学生的话，是不是最近的课业压力非常的大？大大小小的考试啊，让你非常的忙不过来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张牌卡是在告诉大家，你必须要好好重新调整、规划你生活里头的事物了哦。这张卡的小标题呢，又叫做 organization， 就是组织的意思哦。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一口气把所有的事情都完成哦。如果要像八爪章鱼这样子呢，把所有的事情都抓在手上，那必定是一件也完成不了哦。所以呢，你必须要把你的脚步放慢，重新调整，重新规划一下事情呢，按照轻重缓急去把它分别开来哪些事情是比较重要或者必须要先处理的，哪些事情呢是比较次要或者是比较不急着去应对的那还有些朋友呢你可能忘了分工合作的重要性也许在工作上你把很多事情都揽下来自己做你忘了其实有同事可以跟你一起分担，可以跟你合作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可能在你处理分组活动这些 teamwork 这类的作业或者报告上你不够相信你的组员不够对他们放心那玉皇大帝呢，他其实是无为而治的他好像没有特别做什么，但是他却又能够治理好、统治好不管是天上或者是人间的事情。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当然就是有支持他、协助他的人例如说掌管区域性的土地公还有掌管每个家里头大大小小柴米油盐的灶神还有城隍爷诸如此类就是他必须要能够懂得把事情分配下去，他必须要知道说他得信任这些伙伴那这样子的事情呢才能够事半功倍那同样的，如果说你也忘了这个合作的重要性的话，这张牌卡也是在告诉你相信你的同事吧，相信你的朋友吧，或者甚至于相信你的家人吧好，那这就是抽到第一张牌卡的朋友你所需要知道的讯息好，那谢谢你的观看，祝你万圣节快乐哦，拜拜。嗨，抽到第二张牌卡的朋友大家好，或者你选的是这个12星座的饰品那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牌，而且它有什么讯息要告诉大家。Achilles， 这是阿基里斯希腊的一位英雄之一抽到这张牌卡的朋友，你最近是不是有些难题，或者是生活上的一些困境，让你开始自我怀疑失去了自信心呢？或者是在课业上面你也许碰到了一些瓶颈你觉得你好像自己做不到，然后想要放弃了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张牌卡就是在提醒大家你是可以做得到的你必须要相信你自己这张牌它的副标叫做 confidence， 就是信心的意思你要记得你绝对是有那个能力没有上天不会给我们
克服不了的难题解决不了的功课所以呢，相信自己是非常的重要。另外呢，要提高你自己的自尊心或者是自我价值这样子也能够让你慢慢的恢复你原来的能量然后能够去更有坚定的意志去处理你现在碰到的状况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去做一些感恩的练习你可以感恩你生活里面的一切人事物感恩你的家人，感恩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或者你的同学，你甚至于呢可以 thanks for nothing 就是没有目的的去感谢这样子都好你透过这个感恩的力量呢，你可以慢慢找回原本属于你自己的那个内心的能量以及那个坚定的意志。这个阿基里斯呢，他在那个特洛伊战场上他总是无战不胜的每一场战役只要他一上场，绝对都是凯旋归来那你不要忘了你自己不仅是有那个能力，而且呢，你也是有那个自我价值的千万不要贬低你自己，然后不要怀疑你自己这就是选择第2张牌卡朋友你所需要知道的讯息。那祝你万圣节快乐拜拜。Hello， 各位抽到第3张牌卡的朋友，大家好。或者你选择的是这个假装自己是南瓜的柿子那我们来看看这张牌卡是什么，以及它要告诉我们什么重要的讯息。七轴，这是日本的地藏小王也就是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呢，他是佛教信仰当中4大菩萨之一他特别到了地狱去，然后在那里解救受苦受难的众生那抽到这张牌卡的朋友，你是不是已经有好一阵子没有好好听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没有去注意你自己的需求了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张牌在告诉大家，是时候你该好好的照顾你自己了因为好一段时间呢，你都在为别人付出，都在为别人着想，但是呢，你却忽略了你自己导致说你感到非常的疲倦那我们常常讲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要照顾好别人之前，你也必须要先把自己照顾好。这样子你才有多余的能量能够去为别人付出那抽到这张牌卡的朋友呢你可以善待一下自己比如说你去好好的放松去看一场电影让自己去吃一餐好吃的或者去踏踏青到大自然里头去走一走总之呢，你一定要去倾听自己内心的那个需求，并且要去回应它你不可以忽略它。帮助别人呢，跟为别人付出绝对是一件好事但是请记得你要照亮别人，不一定是要用燃烧自己的方式你也可以先让自己发光，然后再去照亮这个世界，你说是不是呢？好，那以上呢就是抽到第3张牌卡的朋友所要知道的讯息我就先说到这边。好，祝大家万圣节愉快拜拜。